女孩一个人在巴西的丛林中探险，可这时她的脸色突然变得紧张，因为在她的前方坐着一个古怪的老妇人。她向女孩招手示意她过去，但令人疑惑的是，老人没有转身，又怎么会知道背后有人？看到如此诡异的一幕，艾玛决定赶紧离开这里。之后她来到山脚下吃东西，顺便问起商贩山上那个老人是谁。没想到商贩一脸严肃地告诉艾玛，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因为那个老人是当地人尽皆知的女巫，如果让他碰到你就会带来厄运。可艾玛并没有立马离开这里，因为她从美国来到巴西，就是为了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吃完东西后，她又回到那个山谷，远远看去老人并没有离开，她小心翼翼地走到老人的身边，可等老人转过身时，还是吓了艾玛一跳，因为他左边眼睛的瞳孔竟然是蓝色的。Te falaram pra não vir. Por quê? Porque eu não estou com medo. 听到艾玛的解释，老人笑了，你不怕死，我就送给你一件东西。他叫艾玛许下今生的3个愿望。可令艾玛奇怪的是，两人第一次见面，为什么老人会知道自己的名字？而且他与商贩的谈话，老人似乎也一清二楚。老人没有解释，而是拿起一根红绳子，并告诉他愿望可以是现在、以后或者是未来。之后，艾玛闭上双眼，准备许愿。Cuidado com o que você deseja, Emma. 在老人系好第3个绳结时，艾玛许愿完成。但也被他这一笑吓得脊背发凉。Não corta! 之后，他便结束了巴西之行，给自己男友阿波罗发来一条短信，说自己的航班会在午夜12点抵达美国，希望下飞机第一个见到的人能是他。看到这个消息，阿波罗的内心五味杂陈，等了3年，总算等来一个结果。他提前几个小时就抵达机场，结果时间一久，他开始犯困。艾玛刚走出机场，就看见不远处的长椅子上躺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这次见面是两人的真正结合，但也是厄运的开始。艾玛向阿波罗介绍起在巴西的过往，特意提到了那个奇怪的老人。那根红绳子他一直带在身上，因为老人曾经提醒过他，一定要等他自然掉落3个愿望才能成真。可阿波罗根本不相信什么牛鬼蛇神，一把将艾玛的手拉过去，掏出一把刀，直接将绳子割断。在绳子掉落的刹那，艾玛隐隐感觉到一丝的不安。远在千里之外的老人也察觉到有人触犯了禁忌。Começou. 而阿波罗两人正在热恋当中，又怎么会知道厄运即将降临在他们身上？不久后，两人走进婚姻的殿堂，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他们度过了最美好的一个夜晚。几个月后，艾玛为阿波罗准备一份特别的早餐，因为在里面藏着几张字条，第1张写着事态严重，第2张则写着你是天神阿波罗。阿波罗很好奇，那第3个里面是什么呢？看到这句话后，阿波罗欣喜万分，他将艾玛拥入怀中，时刻准备当一位合格的父亲。怀孕后的艾玛没有再去图书馆上班，阿波罗在5八同城上找到一份工作，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全靠他一人，但也乐此不疲。这天，艾玛约上闺蜜在一家餐馆共进晚餐，可看了菜单后，阿波罗的脸色十分的难看，因为一份牛排就要花上75美元。艾玛注意到阿波罗不在状态，特意踢了他一下提醒。之后，闺蜜点了一份牛排，艾玛也跟着要了同样的一份，而阿波罗为了节省一点，只要了一份最廉价的面包，这让艾玛很没面子。为了缓解尴尬，她找借口去了洗手间。在她走之后，闺蜜和阿波罗聊起天，说了2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在挪威一家伊朗里展示着一张艾玛的私照。听到这个消息，阿波罗无比震惊。原来在艾玛去巴西的时候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包括在河边遇到一个女巫。阿波罗听后还向她展示了那条被她割断的红绳子。闺蜜看后提到了艾玛曾经许下的3个愿望，其中一个就是想找到一个好丈夫，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前2个愿望现在都已成真，唯独这第3个还没有实现。可就在闺蜜要说出艾玛的第3个愿望时，服务员急匆匆跑过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Su esposa, señor. Su esposa lo llama. Gracias. 刚吃到一半就开始腹痛难忍，阿波罗只好拉着他准备去医院分娩。而这个时间刚好是下班点，马路上塞车严重，寸步难行。情急之下，两人只好选择去坐地铁，强忍着腹痛，总算赶到地铁站，坐上末班车。可就在他们准备坐下的时候，隔壁车厢传来劲爆的音乐声，原来是几个不长眼的小混混将地铁当成了自己家，他们肆无忌惮地在车厢里又唱又跳。阿波罗见状本想上前阻止，可艾玛不想丈夫惹麻烦，只好选择在不远处的角落坐下。只需要15分钟，他们就可以到达最近的医院。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一股神秘的力量袭击了他们的地铁，整个车厢瞬间变得昏暗。看到这里，暂停一下，给兄弟们介绍个好东西。想谈恋爱的兄弟们，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赶紧点击评论区试试吧。等车彻底停下来后，这几个混混才注意到车上有一个孕妇。艾玛也意识到自己就快要生了，大喊着请他们帮忙去叫列车员。而阿波罗也在其中一个人的帮助下将艾玛扶起来。不久后，列车员赶到现场，看到这一幕他也懵了，因为目前的情况他十分的清楚，列车的第3轨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断电，医护人员赶到这里起码要1个小时的时间，看样子只能在车上生了。阿波罗也没有想到，人家生个孩子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轮到自己的时候就变成生死攸关的大事，但他不想放弃，先是鼓励艾玛，
之后便叫几个混混回避，还好这几个混混都是素质小青年，转过身克制自己不要往后看。艾玛坐在地上摆出一个最有力的姿势，而就在这个时候，阿波罗抬头看到2行字，列车的广告牌上这样写道：破坏自己不理解的事会招致痛苦。看完这句话后，让阿波罗联想到一件事，前不久他割断艾玛手臂上的那条红绳，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中油然而生，他只能期望艾玛这次的生产能够顺利完成。在一声尖叫过后，孩子总算顺利降生。看着这得来不易的新生命，两人喜极而泣。阿波罗给孩子取名为布莱恩，而且跟他的父亲同名，象征着他对父亲的怀念。从此一场厄运也随着孩子的诞生正式拉开序幕。生过孩子的都知道，孩子每天夜里都是需要吃饭的，所以他们生活的节奏彻底乱了。而保罗的噩梦也越来越严重，他经常能梦到敲门声，当他打开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黑面的人，一直就困扰着保罗，因为他相信这个黑影就是他的父亲，因为他从小就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而给这个儿子取的名字也是按照失踪父亲的名字取的，叫布莱恩。虽然保罗的皮肤是黑色的，但是我依然能看到他深深的黑眼圈。8周的产假之后，艾玛要上班了，保罗只能带着孩子去工作，而他的工作是收废品的。这个废品可不是一般的废品，而是旧书旧报。他这天就在一堆旧书中找到一本《杀死一只知更鸟》，而且在扉页还有哈珀的亲笔赠予题词，而且是给他父亲题词的，所以这本书可能会成为保罗翻身的机会。所以他非常兴奋地和艾玛谈论着，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也是他们噩梦的开始。从这天夜里开始，宝宝就再也没有好好睡过，夜里的哭声穿透整个黑夜。如此的睡眠开始让艾玛出现失忆，为此他开始搜索相关记录，看看有没有被婴儿吵醒的治愈办法。通过妈妈群的介绍，艾玛开始给自己的房间安排上遮光锡纸。很显然，艾玛的精神已经非常不好，无论是走路被人碰到，还是老公的喊叫声，都会使得她神经恍惚。这个时候，艾玛忽然问：“你为什么把宝宝放在车道上？”保罗很快解释：“只是因为忙着一些事，暂时放在地上，只是一下而已。”那么问题来了，艾玛是怎么知道的？而艾玛是看到保罗发来的照片看到的，而我们看到那张照片分明是在远处拍摄的，根本不是保罗的自拍。艾玛立马拿起保罗的手机开始查看，果然里面没有一张照片，全部都消失了。而他们这个时候只是以为是手机坏了。但是夜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就当艾玛要哄孩子的时候，手机又一张照片出现了。艾玛立马叫醒保罗，但是当保罗醒来查看的时候，手机里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保罗已经觉得艾玛出现幻觉了。艾玛想要知道答案，因为照片又发来了，这次是他抱着孩子的照片。时间一天天递过去，艾玛越发的不正常，他已经开始想要残害孩子。他对着孩子说着怨言，认为自己现在这样糟糕，全部都是孩子带来的。他从这一天开始，过马路就再也没有看过车，甚至对着过来的车辆开始嘶吼。他完全抑郁了，也可以说他完全崩溃了，因为自己刚才抱孩子在大马路上的照片，此刻就在自己的手机上。保罗走进来，想要劝艾玛去看看医生，通过治疗来解决心理的问题。You should see a doctor. 医生很显然说这是生孩子后的抑郁症，幻听幻视都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吃药治疗。艾玛虽然吃了抗抑郁的药，但是她的情况却并没有好转。这天，宝宝开始人生的第一次说话，本来应该是父母都开心的事，但是艾玛却一脸冷漠。她这个时候才开始说，1个小时后约好了给宝宝受洗。此时的保罗早就已经不再相信艾玛了，他不会允许艾玛单独带着孩子离开的，所以他立马抱起孩子在怀里，并对艾玛开始开口大骂。Show me where it says that. Show me at least one text that says that. Because it never happened. You know what it really is? It's you. You're the fucking problem. All right? Why don't you go take another pill or something? 这句话像一把利剑刺痛了艾玛的内心。艾玛拿着衣服离开房子，就在开门的时候，艾玛忽然转头说了一句 You don't see, but you will. 艾玛走后，保罗立马把门锁反锁。Hey, no matter what happens, you're coming with me. 但是谁也想不到的发生了，艾玛通过巴西的朋友弄到一个大铁链子，而她的姐姐也正好找到，因为艾玛已经1个月都没有联系她了。他们坐在公园里，艾玛忽然问他们的妈妈是怎么死的，因为她现在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姐姐这才开始说起20年前的往事，他们的妈妈放火烧了房子，还想将艾玛一同烧了。后来爸爸走进去准备救妈妈，但是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父母。那他们的妈妈为什么会自焚？姐姐给出了答案，因为妈妈那个时候表情和艾玛现在的表情是一样的，那就说明这种精神医病是带着家族基
基因的，可能就是一种遗传。现在艾玛终于明白自己的病最后的结局了，她害怕了。夜晚，艾玛闯入房子，趁着保罗睡着，拿着大铁链子将保罗给绑起来，然后将烧热的水就这样徒手给抓了起来。很显然，此刻的艾玛已经不是人了，因为她一点疼痛都没有。保罗使劲的求饶着，想要唤醒艾玛，但是艾玛根本已经听不见了。他捡起锤子，砸中保罗的脸，然后带着滚烫的水壶走进婴儿房。之后的一切，保罗都不记得，他昏迷了过去。后来，保罗在医院的时候，才从新闻上得知自己的孩子死于当场，而妻子艾玛却彻底消失了。保罗从这个时候终于明白，是厄运找上自己了。可能他真的也后悔曾经将那个红绳给割断了。他第一时间就拿着来福来到图书馆，但是很显然，此时的图书馆同事都不知道艾玛的消息。这个时候，保罗也彻底明白，他现在一无所有了。6个月后，保罗从监狱被释放出来，回到曾经的房子。此时的他根本没有勇气打开孩子的房间，夜晚就睡在沙发上。门再次被敲响，那个梦魇一直跟着他，从来没有消失过。第二天，保罗来到一起收废品的朋友家，拿出《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送给朋友。要知道，这本有哈珀亲笔题字的书，可能价值上10万元，很多书贩子可能一辈子也等不到像这样的一次机遇。但是保罗已经彻底心灰意冷了。他从得到这本书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他妻离子亡的开始。现在他已经不再有任何希望了。但是朋友告诉保罗，他会将书挂在网上，等人给出最高价格，一有消息就会给他打电话。Motherfucker！ 保罗哭泣地离开了。当他回到自己房子的时候，忽然听到开水壶尖叫的声音，如同内夜的水壶响亮的声音穿破黑夜一样。保罗以为艾玛回来了。当他小心查看的时候，他的妈妈走了出来。保罗这才松一口气。夜晚，保罗再次被敲门声惊醒。他最终还是走了进去，婴儿房里还是以前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告诉保罗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就是小时候保罗的爸爸并不是失踪，而是他们离婚离开的。而且在保罗小时候，他的爸爸经常陪着他一起读书。这个消息是惊人的，因为保罗一直以为自己的梦魇是虚幻的。如果小时候真的见过爸爸，那么梦魇里的男人可能就不是虚假的，而是真实的记忆。Those are memories, they weren't dreams. Yes. 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保罗命运的事，因为保罗是保释期间，他必须要参加美国的互助会小组。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来的女人拿出一张照片，并开始诉说一个和艾玛完全一样的故事。同样的，生过孩子后开始失去记忆，同样的手机总是收到孩子的照片，同样的一旦给老公看的时候，照片就消失了。更加恐怖的是，她在第一时间打印出一张照片后，仔细放大看，发现那个婴儿不是自己的孩子。这个女人越说，保罗的情绪就越激动，因为她说的这些他再清楚不过，头脑中一幕幕就像放电影一样。他实在受不了，立马站起来对众人说：“She's gonna kill her baby, and if you don't do anything to stop it right now, you can't say you didn't know this time." It's not a baby. It is not a baby. 保罗彻底吓坏，抖动着身子迅速地离开了。就在他跑出来的时候，一个男人跟了上来。等到赶上保罗后，他说出自己的目的，因为他看到了网上挂着的书，他想要买下来。但是此时的保罗还没有从刚才的情绪里走出来，所以他对着男人大声怒骂着，让他离开。很显然，那本书对男人的吸引已经超过任何东西。他停下了脚步，然后和保罗说可以请他去吃个饭。保罗这个时候也安静了下来。他们来到餐厅，简单的吃点东西。就在这个时候，男人忽然拿出手机，故意放出一段视频让保罗看到的。保罗抢过手机，看到视频里就是那个疯女人正在说着她的孩子并没有死，可以找到。卡尔告诉了我怎么找回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那么卡尔是谁？男人又早有准备似的翻出一个网页，上面是关于古老智者的描述，其中一个名字就叫卡尔。这个时候，保罗忽然记起妻子曾经和自己说过，他曾经见过一个女巫，那个红绳和那3个愿望，一切在此刻全部都串联起来。他现在所有的这些厄运，难道不都是从割断那个红绳开始的吗？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保罗要开始去找到那个女巫。一场新的希望开始了，他现在需要钱去旅行，所以他同意以7万美金将书卖给这个男人。第二天，男人将他们带到船上，这艘船是这个男人的。保罗将书拿出来，非常小心地递给男人。男人此时情绪失控，像抱着孩子一样抱着这本书，并口中开始诉说他的故事。原来这个男人和妻子吵架，带着双胞胎女儿离开了。他想要拿着这本书去换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看着他的表情，保罗实在不知道怎么安慰，就和朋友离开了。第二天，保罗就找到了艾
艾玛的姐姐。首先，他需要知道艾玛曾经说的女巫给他系绳子的地点在哪里，哪里才能找到那个女巫。但是姐姐对艾玛的这些事一无所知，一点信息也提供不出来。就在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手机忽然收到一条短信，一个神秘人发来信息，说他知道艾玛在哪里。保罗立马跟着短信的地址找到广场，看到了那个神秘人，跑过去一看，竟然是买书的男人。秃头男开始解释，他这样做只是想帮助他，因为他找到卡尔的线索，而且他还愿意将船低价租给保罗使用。就是此时，保罗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人算计了。保罗没有犹豫，他跟着男人来到船上，朝着秃头男提供的线索前行。在河道的尽头，黑暗中，保罗终于看到一座小岛，他们立马将船靠近。一上岸就看到一座破烂的大楼，在孤岛中特别显得阴森恐怖。保罗鼓足勇气，大声喊着艾玛的名字，然后一头就冲了上去，真的是莽撞啊！就在此时，黑暗中出现4个人，拿着棍子就给保罗全身上下轮上。保罗被打得抱着头卷缩在地上，而秃头男此时躲在树后观察着一切。打累了，其中2个人将保罗给扔到潭水里，然后将保罗的头给按在水里。保罗就在快要窒息之际，爆发出男人的力量，瞬间将2人给挣脱开。保罗这个时候才看到，原来这些人全部都是女人。就在保罗再次被女人控制住时， Why do you protect Emma? Why do you protect her? She killed my baby! She killed my baby! 这才让他们知道，原来闯进来的是艾玛的老公，而这个人正是卡尔要等待的人，所以二话没说就将保罗给带走。在走廊里，保罗竟然看到了那个疯狂的女人，她正在对着保罗说着：“那不是我的宝宝。”此时他终于明白，原来自己能找到这里，全部都是人家一步一步算计好的。保罗被带到卡尔的面前，终于见到了卡尔。2个锅盖头女子拿着狼牙棒看着保罗，保罗一直在问艾玛在哪里，但是卡尔却给保罗诉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一对老夫妻怀孕后，妻子想要吃隔壁的莴苣，丈夫就去偷了一些给妻子吃，哪里知道隔壁住的是一个巫婆，就开始要对他们诅咒。唯一能破这个诅咒的只有将这个孩子交出来，这样他们夫妻2人将什么事都没有，不然他们一家人都要被诅咒而死。卡尔忽然问保罗：“如果是你，你会交出自己的孩子吗？”保罗压根不想听这些疯疯癫癫的故事，他只想找到艾玛。就在这个时候，卡尔忽然将一个娃娃拿到保罗的面前，开始学着婴儿的声音说话。It's an illusion where something pretends to be something other than it is. A monster looks to be a beautiful maiden, and a ruby castle appears as a golden palace. 保罗忽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艾玛曾经说过的，也是那个疯女人说过的。保罗以为这些是卡尔使用的幻术，就在问卡尔哪个才是真的时候，门外有了秃头男的吵闹声。不一会，秃头男和保罗就被带到一个大仓库里。卡尔通过手机里的照片认出了他的妻子，然后就上去狠狠揍了。如此说来，这个男人完全只是利用保罗想要找到自己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孩子和保罗的妻子一样都消失了。2人被关到铁笼后，保罗这才意识到完全被利用了。秃头男虽然被打得满头是血，但是他还是非常兴奋，因为他找了无数次都没有找到卡尔的基地，而保罗只是一次就找到。秃头男这才开始说自己最开始只是通过新闻了解到保罗的故事，就清楚保罗和自己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他们有了一个相同的目标，都是要找到自己的妻子。秃头男一直在劝保罗和自己合作，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妻子。保罗问 What if I say no? If I say fuck you, fuck all of this? Then what? Apollo! If you don't help me, everyone on this island is going to die. 首先，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艾玛意识到不是自己的孩子？孩子的笑声不一样，婴儿的笑是咯咯的笑，但是艾玛的孩子笑是这样的，奸诈的笑，听出来了吗？来自地狱的嘲笑，而且特地在艾玛慢慢睡着的时候，忽然开始大声叫喊，就是要让艾玛无法入睡，想让她的精神崩溃，而且还在艾玛抱着她的时候咬艾玛。这种被婴儿只有3个牙齿叮咬的疼痛，像是钉子在捶打自己。艾玛分明已经看到孩子对艾玛再次的嘲笑，艾玛放弃了在吃抑郁的药，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孩子不是原来的孩子，所以她拿到的那个铁链其实本来不是要对付保罗的，
而是来对付婴儿的。为了能寻求帮助，他在宝妈群里发出一个关于自己的孩子已经被调包，可能不是自己的孩子的疑问。本来他以为这样的问题肯定会被人当作是一个疯子，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叫卡尔的迅速回复了艾玛，还问他是不是经常发现短信会自己消失。艾玛忽然就被惊讶到了，因为这是第一次被人认可。就当他以为找到救星的时候，一条短信及时出现，让他不要相信卡尔这个女巫的话。艾玛立马截图保存，但是保存的图片也立马就消失了。艾玛慌乱地大叫着，整个安静的图书馆充斥着艾玛的恐惧和颤抖。艾玛将自己的宝宝带到房顶，就在试图要将婴儿给扔下去的时候，艾玛看到了自己在这个楼顶举办的私人婚礼。那天她将手捧花扔到了楼下，被经过的轮胎给压得细碎。很显然这个是不祥的征兆，而艾玛已经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她以前只是和摄影师在巴西的森林里拍照，无意间看到那个女巫，她还特地打听了这个森林深处的老人，附近的居民全部都说那个要远离。但是很显然老妇人的诱惑已经超过了艾玛的担心，她还是独自走了过去，才有了那3个愿望和一个手绳的故事。你既然相信了这个绳子的力量，为什么又要去破坏这个绳子呢？所以艾玛的一切全部都是被设计好了，有人想破解，但是又无法挣脱。艾玛最后还是打了保罗，然后就来到了卡尔所说的神秘岛。在这里的之后，他调养后又离开了，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连飞机轮船都去不到的地方。那么保罗来到这个神秘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卡尔给保罗开始介绍，这个地方并不属于人间，它是有界限的，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也当然不属于冥界，而是女巫用一切魔术让一般的人根本看不到。之所以保罗能看到，就是因为保罗带着血统。这个就要说到保罗的妈妈，她可不是一般的人。在非洲的时候，他的哥哥在一次检查中被枪杀，而逃出来的这个女人就是保罗的妈妈。为了能逃脱追杀，他偷渡来到了美国，而他妈妈就是第一批在这个小岛上得到帮助的人，所以保罗能找到，而那个秃头男却找了那么久都一无所知。卡尔送给保罗一本书，这本书是当年他爸爸每夜给保罗读的书，书中记载的就是关于这个神秘岛的故事。保罗通过观察还发现了一个孩子的学校，里面的书都是艾玛从自己的图书馆拿过来的，所以艾玛确实在这里待过一段时间。保罗从卡尔话里这才得知，原来这些孩子和妇女都是被他拯救的，因为这些人全部都是和艾玛一样遭受抑郁和痛苦的人。而现在最大的疑问就是秃头男，他说他的女儿被妻子杀了一个，另外一个被妻子带到这里，但是卡尔却告诉保罗，真正杀了那个孩子的是秃头男。当他再次想要杀了第2个女儿的时候，妻子偷跑了出来，幸好卡尔收留了他们。那两边说的话到底该相信谁的呢？保罗已经迷失了。这个时候一个女孩正好跌倒，保罗处于本能上前去扶了起来，但是女孩并没有敢说话，就逃跑了。当女孩第2次跌倒的时候，保罗这次的搀扶得到了女孩的同意，并拉着保罗的手来到教室。卡尔告诉保罗，晚上秃头男的妻子会到小岛上，到时候他会亲自告诉保罗的。保罗一直等到夜晚的降临，似乎这里的时间过得格外的漫长。终于夜幕降临，秃头男的妻子过来和保罗说了真相，双胞胎女儿其中的大女儿是被秃头男杀掉的，而秃头男变态的还要杀掉2女儿的时候，妻子带着女儿跑出来，后来调整好身体后又出去租住一个地方。就在不久前，他又收到一本书，保罗立马惊讶，打听是什么书名，妻子说是杀死一只知更鸟，还说书已经被破坏，每一页都被写上了一个名字。而就在这个时候，妻子还透露，秃头男不但知道自己的地址，还偷了自己的钱。保罗问多少钱？7万美金。保罗立马意识到，这个秃头男竟然偷自己老婆的钱购买自己的这本书，而且还被破坏，气坏了保罗，立马找到秃头男，砸开玻璃想要质问秃头男，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通过对话，我们才知道秃头男已经不是秃头男了，他的名字是布雷恩。这个一天就长出满头头发的男人到底是谁？ They gave me my true name. 很显然，此刻的保罗已经彻底相信卡尔。如果卡尔说的话是真的，那么艾玛以前所说的一切也都是真的。他压根就不是抑郁，而是被人故意整蛊。这个时候的保罗多想找到艾玛，和他说一句对不起。如果你是艾玛，你会同意保罗的道歉吗？最后，我分享一段杀死一只知更鸟给您句：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 You're the fucking problem, all right? Why don't you go take another pill or something? 艾玛的孩子不见了，她在婴儿床捡起一个树枝，艾玛砸开窗户跳下来，跟着手机短信提醒，扔掉早就被监控的手机，然后就飘走了。然后来到渡口，乘坐游轮，她的姐姐也过来帮助她，在船上拿着手机的光闪了3下，然后拥抱艾玛，将艾玛推下河流里。艾玛顺利来到隐秘的小岛上，卡尔迎接了她，
艾玛第一件事就是问自己的孩子在哪里。此刻他还一直坚信自己杀掉的那个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是卡尔却告诉他的孩子不在这里，只有跟着他的引导才能找回孩子。一听到孩子不在这里，艾玛立马就疯狂了。他忽然意识到被骗了。就在他大喊大叫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已经被人抓住放到铁笼里了。艾玛觉得自己来到了缅北，想着自己再也出不去了，他的情绪更加崩溃。就在他大喊大叫的时候，门被打开了，立马被抓住打了一针。瞬间艾玛就回到宝宝的房间，这里是幻境，他看到保罗曾经一直给自己读的书。第二天醒来，他忽然感觉自己的伤全部都好了，拿下纱布，被开水烫的伤痕一点都没有了。他立马拿出一个树枝，然后在木板上刻着一些字。就在这个时候，卡尔过来送吃的。艾玛想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找到自己的孩子。当听到卡尔说要一辈子的时候，艾玛可不干了，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欺骗，打烂卡尔递来的碗。卡尔开始向他诉说，这里就是专门给那些失去孩子的妈妈准备的。艾玛得知这里还有一间图书馆的时候，他想要过去看看。卡尔带着他去了那间破碎的图书馆，可能也就2本书。然后艾玛自行可以在小岛上行走。很显然，卡尔非常清楚艾玛需要时间，他逃不走的。艾玛拿着从孩子小床上的树枝，开始寻找那个书中说到的树。就在吃饭的时候，艾玛询问一个大姐，让她告诉自己这里的船在哪里。大姐小声地告诉艾玛，在南边的一个仓库里有一个船。就这样，艾玛立马来到仓库。门是锁上的，他立马开始寻找腐烂的木板，使劲的搬开，打开一道口子。艾玛顺利的进去，看到一条小船，然后就利用小船的撞击力将门给撞开。已经来到夜里，艾玛一步一步将船给推到河水里，然后游过去。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没有了知觉，一下沉入水里。幸好船的绳子就在旁边，等他醒来，立马抓住绳子爬到船上。艾玛划船离开小岛，然后谁也没有想到的发生了。他回到自己工作的图书馆，首先利用风干机将自己的头发给吹干，然后去寻找保罗所说的那本父亲留给他的书，就是那本说着这个神秘小岛的书。很快他就将不少的书籍搜集到了，然后就连夜回到小岛，将书给摆满图书馆。艾玛还送给卡尔一本《绿野仙踪》，很显然那本书对小孩子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艾玛一直在查找那个树枝的源头。夜里，艾玛想要问问大姐有没有和她一样会在婴儿床边发现植物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得到大姐肯定的回答。艾玛坚信这个树枝肯定是什么线索。第二天，终于在艾玛不懈的努力寻找中，发现了这棵树，它的名字是挪威枫树。这种树的树根会从土里往上长，然后缠绕自己的母树，最终将自己给勒死。艾玛爬上树上，从书本里已经看到了这棵树的阴险可怕。艾玛再次回到卡尔这边，要求离开小岛。卡尔让他不要将小岛的任何信息告诉别人。这次有了卡尔的支持，他顺利的有人在城市里接应。来到城市的下水道，看到一个大胡子，他就是传说中的鼹鼠人。这个不光在纽约有，就是在欧洲很多大城市下水道都住着这些鼹鼠人。很快，大胡子就带着艾玛来到地下城，这里住着已经被遗忘的人，或者想远离世界的人。这里没有歧视，没有房贷，也没有该死的加班。这里的电不用交电费，谁也不用交水费。他们穿过隧道，打开一扇门，地铁正好穿过。接着他们继续沿着地铁轨道来到站台，艾玛戴上帽子，大胡子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艾玛自己去完成任务了。艾玛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电脑，寻找挪威枫的全部信息。就在他查找资料的时候，图书馆有人来了。艾玛立马打印好地图，然后躲到洗手间里。然而他的同事也走到洗手间，艾玛站在马桶上，抱着搜集好的书籍，等待同事的离开。就在这个时候，门外的保罗走了进来了，他一直在寻找艾玛。艾玛小心地上楼查看着保罗，情绪失控。就在艾玛从后门走出去的时候，巡警也发现了他，立马就追了上去。幸好有大胡子一直在等待，艾玛坐上大胡子的小电驴，立马就逃跑。在这样的地下城，巡警是没有搜查权的，因为在纽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鼹鼠人不去破坏地上的人的世界，地上的人也不允许打扰鼹鼠人的生活的。具体可以搜索纽约鼹鼠人纪录片，会让你彻底颠覆你对世界观的认识的。艾玛就这样慢慢将图书馆给建立起来。大姐很感恩艾玛所做的这些努力，但是艾玛的目的一直都是寻找自己的孩子。因为有了挪威枫的地图，所以他再次踏上了旅程。这次他要去的地方可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在走之前，艾玛将那本保罗父亲的书交给卡尔，让他转交给以后的保罗，说他肯定会寻找到这里来的。That Apollo was so looking forward to doing the same. You got it. Have you thought about what happens if you don't find him? Where will you look? Ryan is in the forest.
就在艾玛离开之前，最后对卡尔说 I don't forgive you. You drugged me. You lost me precious time I could have used searching. I bought you rest and a mind to think clearly. There are always two ways to see things. 然后就驾着小船离开了小岛。就当艾玛慢慢将船划远的时候，卡尔默默地祝福艾玛，希望她能找到自己的孩子。一切的轮回又要开始了，没有人能逃脱轮回的命运。一艘从挪威到美国的帆船航行在大海中，他们是一群被驱赶的人，因为他们信的很不一样。而海浪让他们的帆船翻滚，在这样的暴风雨中，这样的小帆船绝对十死无生。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有人能活着从暴风雨中幸存下来。就这样，一群人带着自己的巫术来到了美国。而故事还要从那张艾玛的照片说起。这张照片是在巴西的森林拍摄的，摄影师将它展览在美国的画展上，而这个秃头的男人却神秘地发现了它，一双眼睛就彻底被占有了。与此同时，在画室里，一个非常神秘的男人也在盯着这张画。从此一切都变了，秃头男加入了儿童乐园的组织，而秃头男第一次认识保罗的时候，是在一张报纸上，报纸报道了一对夫妻在地铁里生下一个婴儿。就这样，秃头男开始了自己的计划。保罗在儿童园里带着孩子玩的时候，就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而发给艾玛的照片也都是他拍摄的。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编程员，所以他可以让艾玛看到的照片瞬间就消失，如此让他陷入精神分裂的状态。他的目的就是孩子，那么孩子到底在哪里呢？故事还要从这个秃头男人继续。此刻的保罗看到的是一个满头黑发的男人，因为他身体里住着一个名字叫儿童乐园的怪物。就在这个时候，树林里开始发出怪物的嘶吼声，树木的摇晃声。保罗立马感觉到有东西在靠近，他立马来到卡尔的房子。就在他走近的时候，爆炸发生了，这些都是秃头男人安排的。保罗没有多想，立马走进已经成废墟的房子，满地都是尸体。就在这个时候，卡尔走了出来，然后拉着保罗离开。小岛剩下的人全部聚集了过来，幸好那个小女孩还活着在。树林里的声音越来越靠近，他们逃到一个悬崖边。女人非常熟悉的沿着绳索攀岩下去，看来都是训练过的，为的就是等待这一天。就在这个时候，森林里的吼声更加近了。就在保罗带着孩子向下攀岩的时候，震动声已经将岩石给震塌，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几个女人用手做起一个支架，顺利地接住了小女孩。就在这个时候，绳索被什么东西咬断，保罗和卡尔狠狠地摔落下去。小女孩大声地呼喊着保罗，终于保罗醒来了。卡尔带着他们上了一艘船，但是拦下了保罗，因为保罗有另外的任务。如果怪物攻击下来，保罗可以吸引怪物，好让船里的女人脱身。就在保罗上小舟的时候，卡尔告诉保罗，艾玛是在纽约最大的森林里找孩子去了。保罗一脸的不可相信。就在这个时候，秃头男人大声呼喊着保罗的名字，他已经赶到了悬崖边，并开始指挥黑暗里的怪物攻击轮船。只见一棵大树就这样砸向轮船，幸好砸偏了。卡尔拿出 M9 向秃头男射击，打中了男人的肚子。卡尔看着陡壁的悬崖，没有迟疑地爬了上去。天也下雨了，保罗看着卡尔，暗暗给他打气。就在卡尔爬上去的时候，秃头男忽然从地上爬起来攻击卡尔，将卡尔的 M9 给打飞。幸好男人受伤了，卡尔用手指扣住那个伤口，疼痛让男人倒了下去。就趁着这个时机，卡尔将秃头男人给彻底打废。然后捡起一个树枝，就这样插入他的背里，终于终结了这个叫儿童乐园的人。卡尔看着船渐渐远去，心里也满意了，知道自己跑不了了，就双手一摊落下悬崖。保罗看着一切流下泪来，而他们谁也不知道的是，黑暗中那个怪物将秃头男人的尸体给拖入森林。保罗时刻记着卡尔最后给自己的线索，艾玛是去一个纽约最大的森林里了，他需要找到艾玛。而此时的艾玛确实来到纽约城市森林，她看到树林里一个旋转木马正在运行。艾玛没有迟疑地走向旋转木马，那么艾玛可以寻找到自己的孩子吗？与此同时，保罗也驾着小舟爬上了岸。就在保罗要走入纽约森林公园的同时，他的行踪也被一群人监视着。一个男人的电脑里有着无数个头戴布袋的人，他们都是和秃头男人一样被吸引的人，被占有的人。
而这个组织的就是专门偷婴儿的，利用的就是用手机发送图片让母亲看到，再删除图片，让人都以为这个母亲发疯了，然后偷偷换掉孩子。而这些人之所以这么执着的要孩子，甚至拿着自己的孩子，就是因为森林的深处有一个怪物，它需要这些婴儿做食物。而那艘挪威的船之所以能在那么大的狂风暴雨生存下来，就是因为那艘船有一个怪物一同被带到了美国，而那艘船也是因为怪物的保护才活了下来。因为这个怪物不但可以钻入土中，也可以在海里游泳，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美国这片土地，因为它的包容性，也让全世界各种族群、各种人物和各种信仰都集聚于此，同样也有着可怕的东西掺杂在其中。这个故事到最后，保罗找到的那个孩子是一个会吃人手指的孩子。当他爬入洞穴里的时候，找到了那个怪物，而他也只看到一只眼睛，所以整个森林都是他。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艾玛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保罗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妻子，故事还在继续，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最后分享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经典语录，你我共勉。一个人对人性了解的越透彻，看待关系的心态就越宽，烦恼就越少，对自己认识的越清楚，面对世界的视角就越多，态度就越柔和。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世界上有一种东西不能遵循从众原则，那就是人的良心。